各位仙家，今天的话题主要讲你们的话题啊，如果有讲错的地方，千万不要怪罪我。好了，今天主要给大家讲出马仙呢。这个出马仙呢，其实我在直播节目里面很多时候都遇到过，有网友分享他出马仙的这种经历吧，大部分都是去看出马仙，比如说去问个事儿啊，看个病啊什么什么的。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深度挖一挖出马仙那点事儿。那么其实这个宇宙呢是非常非常宏大的，我们人类呢只了解了那么一丢丢啊，大部分呢我们都了解不到，所以的话我们没有理由去否认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一个情况啊，只能保持一个非常敬畏的心。比如像出马仙这种事情啊，再比如我们人体吧，其实我们人体可以容纳非常非常多的灵体啊，这是我们人体非常非常珍贵的啊。我们人体有脉轮系统啊，有各个脏器灵啊等等。老子不是说过吗？人体有36000灵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任何细胞啊，我们的这个肺啊、肝胆啊，包括淋巴呀，它都蕴藏的这种灵体。所以就是说，中医嘛，它其实治疗的就是说你人体内部蕴藏这个灵体，五脏六腑的灵体啊，甚至于说你的其他灵体啊，如果这些灵体出问题的话，你的身体自然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显化的这种问题。那么所以说，人体可以包含这么多能量，这么多灵体，也包含了一些跟我们人体共同一起修行啊，共同一起体验世界的这样一个灵体啊，他们被称为指导灵也好，护法神也好，等等等吧，反正他们就是在我们的脑袋上面周围啊，跟我们一起去共修的啊，我们修得好，他们也修得好，我们去体验更多，他们也体验更多，就这么一回事儿。然后人体呢，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天线呢，这个天线里面包含了什么脉轮系统啊，包括这个什么脉络呀，什么前挂后挂呀，任督二脉等等嘛，这些系统呢其实是可以连通天地的。如果说你打开了前挂后挂呀，包括这种脉轮系统啊，包括这种任督二脉吧，小说里面说打通任督二脉啊，那你自然就可以获取宇宙这样一个能量了。那同时你也开启了跟宇宙之间的一个连接，可以看天看地。你的身体也可以容纳非常非常多灵体，有的是你的这个祖上传承的啊，有些是你自己召唤过来的。总之呢，你的人体是一个大的容体，大的天线啊，它可以容纳100万灵体啊，这样一个人体其实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那么因为人体呢是有这样一个特性的，所以呢很多很多灵魂呢，或者说很多很多无形界的众生啊，他们非常希望有一个人体。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这种鬼怪小说里面呢，包括这么电视剧里面啊，他们鬼魂呢，包括无形界，他非常非常喜欢入住到一个人体里面，入住到里面，人体里面可以吸收这个人体的这个精气神啊，包括日月精华等等，比他去山里面去打坐修炼要快得多所以说人体是很多很多灵魂梦寐以求的一个载体。那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小伙伴，你们现在拥有人体了，你们灵魂已经入住进来了，所以一定要珍惜你们珍惜在当下社会、当下时空的这种体验呢，真的是来之不易啊。那么按照万物有灵的说法来讲呢，什么动物啊、植物啊、人呢都是有灵魂的那么动物其实也是有灵魂，尤其是很多野生动物，比如像海豚啦、什么狐狸黄鼠狼蛇呀、什么松鼠什么高智商的动物它都有一定的灵魂的不同的就是说，它这个灵魂吧，它可能不如我们人体这么修炼这么容易。我们人体有什么七脉轮系统包括各种各样的脏器灵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这样一个系统。动物呢，其实它想修炼的时候，它想打开它自己身体跟宇宙的连接的时候，没有我们人体这么容易。所以的话，动物呢，它也很多希望能够借助我们人体去做一些事情。然后这些动物呢，并不是所有的动物它都能够成功的去修炼成为一个仙家呀。很多很多这个动物它是达不到这个修为，但是有那么一些动物它是可以达到这个修为的。这个修为呢，它相当于你可以说是吸收日月精华，或者说长年累月的做功德也好，帮助别人也好，才让自己的这个灵魂得到提升可以提升到一个仙家这样一个级别吧。那么这批动物的灵魂呢，我们可以整体称为叫做动物仙家。那比如说像《山海经》里面呢，包括很多神话里面说的什么9尾狐狸3尾狐狸那其实在灵界都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他们这个修行到一定程度之后嘛，他们的整个形态能量都有发生变化。那么人类呢，就把他们归类了什么9尾狐3尾狐包括什么麒麟等等等吧这些都是在灵界存在的这样一个动物的仙家吧。那当然很多很多神仙呢，他们去做一些事情的话，也可能会假扮成一些这种动物的仙家去在人间行事这个就另外一个话题了。
那么中国的仙家呢，分为很多类型啊。那么华北呢，把这仙家分为4大类型，一个就是狐狸啊，第二黄鼠狼，然后蟒蛇，还有刺猬啊，这属于4大仙家。那么辽宁啊，包括东北地区呢，分为5个仙家啊，它把这个鬼魂也纳入进来了。比如说，它除了这个狐狸啊、黄鼠狼啊、蛇呀、清风啊，所谓的清风就是鬼魂嘛。啊，他把鬼魂也作为一个仙家纳入进来，所以在东北来讲有5大仙家。那么当动物这些灵魂呢，他们提升到一定境界之后，他们成为一个仙家，或者说他们可以以无形的姿态，在这个地球啊，或者说在这个宇宙中间翱翔的时候呢，啊，也分为2大类，一大类就是叫保仙家，保仙家就是说他不是出去跟人直接接触的。啊，他是被一些人请到家里，比如说你在家里面供奉一些这种仙位啊，供奉一些神像啊，把他们请过来。那么这类仙家呢，啊，他们其实是主要是责任就是保护你们家的这种安全啊，你们家有什么这个事儿要问呐，你们家有什么事儿要办呐，你们家有什么这种困难呐，什么什么等等吧，你都可以求他。他相当于是一个局域范围之内的啊，不是开门做生意的。那么另外第2种呢，就是出马仙呢，这个叫做，那么出马仙跟保仙家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你看出马意思就是出去的意思，比如说这样的老将出马一个顶仨，意思就是说这个出马就是出去跟很多众生接触。那么出马仙大家是比较熟知，因为在东北地区嘛，你可能从小到大总会遇到那几个村头巷尾啊，包括这个城市的某些地方它会有一些这种出马仙去帮你看事儿、算命等等等等吧。然后呢，我们今天重点就谈谈出马仙。这个出马仙呢，因为它是动物的灵体嘛，动物的这个仙家嘛，它其实也是可以称为灵界的一个能量嘛，灵界的一个群体吧。那么它也是一个生命体，或者说一个智能生命体，但是它不可能跟我们这个人类社会有接触啊，对吧？它要想跟人类社会接触了，它必须得有个人形，对吧？那么有些非常非常厉害的仙家，他可能一幻化出来人形，这个就不提了。但是很多这种仙家，他必须得依赖一个媒介，那这个媒介他就必须找一个人，他上身了啊，附身到这个人身上了，来帮这个人世间包括治病看事儿等等等吧。这样的话，他可以积累一些功德嘛所以的话。这个被上身这个人呢，一般都是出马仙这个弟子就是比如说这个动物仙的弟子。那么这个弟子的名字叫做地马就是地马，就是出马仙的弟子叫做地马这个弟子呢，其实有一定的非常非常特殊的要求然后这个要求呢，我们一会儿再讲再回到出马仙，因为出马仙呢，他因为本身就是无形界的存有嘛，他修炼了几千年以后呢，他通天通地至少天上地府包括鬼魂各列的这种妖神他都有一点点这个消息来源或者说有一点点神通它可以帮助我们人世间的一些人一些事儿去看去解决一些问题。所以的话呢，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当他附到一个身上之后呢，他就可以把他所知道的信息告诉这个众生这样呢，众生呢就可以按照他这个信息去治病救人也好，或者说去这个看事儿问事儿也好或者是安定自己的这个心神不宁也好，总之呢，它是可以解决到一些我们人世间的问题的它有点像类似于道家吧，道家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个赊刀人，或者说类似的这种出来帮助众生解决这种道士都是一个功能，他们都是为了去行善积德，他们就是为了去解决人世间的一些问题给自己增加这种功力来附到一个人身上帮人解决问题。只是说动物仙呢，它不像这种道家，它本身就有一个人体它需要去找一个弟子附到他身上来开始讲述他这样一个神奇的故事基本上就这个意思。那么其实出马仙怎么给人看病呢？就好像中医一样，中医呢它其实看到人的灵体的状态，因为我们的人的任何一个器官皮肤或者是内脏都跟灵界的某个灵体有关系。你只要把这个灵体医好的话呢，它自然就这个药到病除，手到病除，甚至于说连接触都在接触，你的这个身体就好了这是在传统的就类似于扁鹊这种神医能做得到这种地方。但是现在中医可能有一些失传了嘛，只能说依靠西医的力量了。那么出马仙其实也是大体根据这样一个医灵体这样一个概念帮别人去看病的所以呢，很多出马仙会让这个小孩子或者说一些人呢去喝一些这种他搅拌的这种特殊成分的这种水吧，可能里面就是香灰或者说他自己的做了一些这种药剂。其实这个药剂吧，有点像这种安慰剂，主要是他通过跟你灵体之间的这种接触让你治病手到病除，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刚才我说的这些呢，其实小伙伴可能还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印象。那么我之前直播的时候，有个网友分享了他
曾经去看出马仙这样一个经历，我给大家放一放，大家看一看到底出马仙这个过程是不是什么样一个过程，听听网友怎么说的。我经常去算命的那种，就是东北那边算命，就是有那种什么叫出马仙嘛，狐仙呐，什么七大仙，对，蛇仙呀、狐仙呀、黄仙呀什么的。我每次去那种出马仙的地方算命的时候，就他们还会给我供果吃，就好像一般你去算命的时候，你就算完了就走掉了嘛。但是经常是我去算命的时候，然后那个人就会在那个就是佛台上面，或者是他们仙家那个台上面拿下来一个供果，然后就马上塞给我，说你吃吧，这样。我就每次觉得很奇怪，都不知道为什么。为啥？那个懂我行的人可以帮我问。我也很奇怪。对，因为他不会给别人那种供果的，都是这些信众拿过去供果，然后让他帮忙去上供，然后到我这里面我也没有买过什么东西给他，然后都反过来他拿什么供果来给我吃。那你出马仙一般都是他们是收钱的还是收其他东西啊？出马仙是收钱的，但是他其实他收的不多。出马仙在我小的时候，一般他也就是收个20块钱、10块钱、20块钱这样，他就是太良心了，太良心价格了。对，他就收了个出马费，但是你要让他，就是你算命的话就很便宜，但是如果你让他办事的话，他会说你要打赏他就大家就看事情嘛，他们有的人就600呀、800呀、1000呀这样，就是你自己你想给多少给多少。如果你兜里没钱的话，那你就给20块钱，他也不说什么，他不会 say no， 你给他多少他都感谢你这样。但是他就要求一点，他说你呢，如果觉得我算的不准，你不要在我们家楼附近说，因为身上的仙家会听到，他会很生气。你一定要就是走远一点，你可以说我算的不准，但是不要在我楼里面这样。明白。他身上的这个指导灵有这种仙家听到了，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吧？对，他会不开心。明白了。上不封顶，对吧？20块钱起，上不封顶，你给1万我也能接，但是呢，你给20块钱也可以啊，这也可以，比较良心。对，他们那些出马仙是这样，是很良心价的。是我上次看到一个 YouTube 说他跑到鹤岗了，说鹤岗有一个算命的15块钱，我一想这太良心价格了，15块钱也就半顿饭呢。都是这个出马仙大概都是这个价钱。他因为他是就是说出马仙，我们那边的解释是说，他要让就是仙家他想要通过这个人的身体弟子的身体，然后去积德行善，就帮人家治病，帮别人干事情，就解决事情，然后呢他就修道得道成仙了。那所以他就要求这个帮他办事这个弟子呢，不要收钱，不要收太多钱，然后呢就是说主要是为了帮别人解决问题，行善积德。那如果要是有的弟子就是要的钱比较高的，就比如说有人是不是10块20块钱，那他比如说他要到50、100、200，那慢慢的他就不准了，这个仙家就会离开他，就不理他。对，然后他那个仙家来的时候我就听他们讲的啊，这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那个真的是这样，就是那个仙家在上他身的时候，他会把他身上所有的病都治好。这个我是相信的，就是说他不能够无休止的去追求物质世界的东西，就够用够吃就行，但是太多人也可能走了。对，那面出马仙那面没有见到谁家里面就大富大贵的，但是那个出马仙他会就是说，比如说因为前几年房子也没有那么贵嘛，就是我出国之前那都好多年以前了，然后他会就是说，因为他做着出马仙，他可能买了一幢房子，就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就是公寓，就是比如说他儿子结婚，他就可以拿出来钱来买公寓，但其实在这之前他可能就是一个主妇，没有工作，或者是就是说已经退休的，就其实他已经没有经济来源了，但是因为做这个出马仙，他是有一点小钱可以让自己生活过得好一些的。明白了。但是你买个几十栋楼收租婆，这个肯定不行啊。没有，他就买了那个就是说一个公寓，多买了一个公寓给儿子，这样就都是我见到的出马仙这几个都是这个样子，就并没有大富大贵这样。
哦，明白了。那他们个人有没有相反呢？就是说，他因为做了出马仙，他有这个不好的事情，比如说一些凶事啊什么的这种的。他说是这样，就是因为出马仙会帮别人治病，治病的时候不小心就会把这个病吸到弟子的身上。哦，明白了。所以说治病的时候他就会很小心，所以治病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希望你能多给他一点，就是说打赏，因为他有危险有风险。就好像把他的业吸到了弟子身上，然后他可能这个仙家还要事后再给这个弟子再去治病，那他就比较受苦了呗。就有一阵我去了一家，他说他这2天就咳得很严重，就是因为前几天帮一个人，就是说其实那会儿可能还没想给他治病，就是跟他摸了他一下，可能就是为了给他就是说可能是就拍拍他呀还是怎么着的，这个病就吸到了他的身上。然后他就开始咳，这样就好像就像你说的那种，就可能是把他的这个福报呀或者是业报呀，就他们俩之间就有联系了嘛，他就帮他承担了这一份恶报。对，他灵界体系就不高兴吧？本来我让你生个病就是让你经历这个苦难度个劫的，结果你把这个劫搞没了，对，我肯定饶不了你，你得给我一个交代，对吧？对，反正他就变成另外一种形式了，可能就是这个人帮他过这个劫了。那么听完刚才网友的分享，是不是大家有那么一丁点感觉了，对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深入聊出马仙的。那么其实你想成为一个出马仙的话是非常非常难的啊，基本上一般人来讲的话啊，可能大概率你是成不了出马仙的，因为出马仙很多情况下都是有传承的，比如说他祖上都是出马仙啊，他等到传下来以后呢，他也是出马仙啊，所以基本上这个相当于祖上认可了这样一个规则了。如果说你一个平常人去做出马仙的话，经常可能会出问题，因为出马仙规矩实在太多了你相当于在灵界体系里面建立了一个班子啊，这个公司吧，相当于有人事部、这个什么业务部门、什么技术部门、销售部什么，反正这个部门全都全了，你才能正儿八经去出马，也就是说帮别人看事儿、看病。不然的话，你这个各个手续不齐的话，你出马之后呢，就会非常非常多的事儿，因为灵界知道了，你会担一些业力的啊，所以的话，这个手续流程啊不能省。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哪些手续流程。那么第一步呢，首先呢，你要觉醒，就是说你要知道我们物质世界其实是幻想或者说是虚拟的。那么很多动物仙呢就会托梦给你啊，让你知道它们的存在，让你知道灵界的存在，让你知道物质界其实灵界的很小一部分啊，这只是第一步啊，也就是俗称的这个动物仙呢，各个动物仙，什么黄仙呐、狐仙呐、什么蛇仙呐。啊，等等吧，然后他们会跑到你的5经6脉里面走一圈啊，知道你这个人的整体的前世今生，也知道你的这个灵界体系了啊，他们对你比较熟知了，然后他们会在你梦里面显化出来，让你知道有他们的存在，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才是上身，就是说各个仙家呢可能通过你的身体吧。开口说话了，就比如说你在这个催眠状态下嘛，你说的话其实不是你自己大脑想的说的话，那么这也是一样的。当你在一个身体的各个器官压制的情况下呢，你说出来的话其实是各个仙家通过你的嗓子说出来的话，就是他说出来话以后呢，其实给你很多指引，你可以拿笔录下来，或者说拿录像机录下来，知道他们到底给你说什么，因为当时你的这个物质大脑其实是不知道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要等所有仙家凑齐了。啊，比如说黄仙呐、狐仙呐、蛇仙呐，啊等等吧，这些凑齐完以后呢，你才能够到达第二步。这个第二步呢，等仙家到齐了，你才能够开始进行第3步。那有小伙伴会问了，怎么知道仙家到齐了？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他会托梦给你啊，给你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梦，你完全在物质世界不知道这些梦啊。当然也有可能仙家会开口通过你自己说啊，我们已经到齐了，你现在进行下一步吧。啊，基本上这样的。那第3步呢，也是比较重要的一步啊。除了这仙家到齐以外呢，就相当于你的公司创始人已经有了。你公司除了创始人以外，还有各个部门，对吧？啊，规章制度啊，公司的这种一些这种法案呐、等等吧，都需要立起来。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正式形成一个公司啊。那么你这个出马仙其实也一样，你在无形界很多灵魂呢啊，各种仙家呀啊，都要做各种各样的手续。
啊，把这手续办齐了，你才能正儿八经开始营业。那么很多这个立堂口都出马仙找自己师傅帮忙去立堂口，因为师傅呢，他其实也是一脉传承嘛，他的祖上的这种的灵魂呢，包括他自己的这样一个传承，他认识很多仙家，他立堂口比较好立。立堂口其实你立各个人事部门、行政部门、销售部门，然后仙家什么什么，哪些是串仙，哪些是这个固定在你们家的，他去做这一系列的东西。然后如果说你是一个小白用户的话，你基本上做不到的，因为你根本都不了解五行界，你只能请师傅帮你做。然后呢，这个出马仙公司的创始人到齐了，就是五大仙到齐了，然后各个部门也成立了，对吧？还有要知道很多这种手续啊，包括令旗啊、令牌啊、令箭啊等等吧，相当于这些这个各个部门之间的这种文书，包括这个各个部门跟天上地上这种文书的手续流程都要准备齐了啊。那么这个的话，你才能开始营业。然后其实这个立堂口啊、立手续啊、立规矩啊等等吧，这个非常非常难，因为说实话，你成立一个公司一样的，除了创始人以外，各个七大姑子八大进子这种的部门呢，都要搞齐了啊，你才能够正儿八经去治病啊、看事儿啊等等，不然的话呢，你就会出问题。你遇到看不上的事儿，或者遇到一些事儿吧，你不能看，但是你给别人看了，你就会有非常非常大的风险了，很多克啊，克自己的亲人啊，克自己啊，等等吧。所以的话，很多出马仙呢，就在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就开始做了，就相当于害人害己了啊。所以如果说你正是在一个当口要决策自己做出马仙的时候，你要想想你自己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去做出马仙，因为把这个手续啊、堂口立好了啊，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然后立完堂口还没有完呢，一般来讲会有试用期的。你立完堂口之后，部门正常运作，你的公司也正常运作了，出马仙公司正常运作了啊，那么可能有一定的试用期了，因为这个仙家要再看你自己本人是不是合适不合适啊，等等吧，啊，可能有3个月呀，甚至于说数年这样的试用期。而这个试用期之内呢，你不能收钱的，你比如你帮别人看事儿啊、看病啊等等嘛，不能收钱啊，然后体验感受一下这样一个过程适不适合。如果合适的话呢，才能给你颁发正式的执照。然后颁发执照的时候呢，也就是需要帮你的弟子开天眼了。开完天眼之后，颁发正式执照啊，你就可以正式的合法营业了。我这个合法可能是在灵界这样一个规则吧，你符合灵界的规则啊，去营业了，帮别人看事儿了、看病了，或者是算卦了、指点迷津了等等吧。因为你的各个班子都齐了嘛，不管是天啊、地啊、鬼神呐啊，包括这个看病啊等等吧，都是有人帮你去做的啊。你这个团队是齐的，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完完全全去看任何事情。那其实动物仙呢，早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有传承，他们也是一代一代的，最早的叫做什么胡太爷呀等等吧，一代一代往下传。那么接下来这张表呢，就表示了在商代的时候到现代的时候，传承下来这个狐仙这样一个代表啊。比如说在这个商朝的时候叫胡天祖，然后呢后来叫胡天南啊，然后再往叫胡天山、胡天龙、胡天罡啊等等吧啊，这样一个体系下来呢，也继承了整个狐狸仙啊他家族这样一个传承。那么另外呢，除了这个狐狸仙它有传承以外呢，人世间也是有传承的。比如说你们家祖上就有一个人做出马仙的，那么就是你的祖祖辈辈都会有那么一个人做出马仙，这就是祖上的一个传承啊。所以的话，就是建立一个信誉体系嘛。你祖上做出马仙了，你的这个功德呀，你的各方面做得不错啊，那你的儿子啊，包括很多这种口口相传这种规矩啊，都可以传承下来啊。这样一代一代一代就不会断弦儿啊，就跟狐仙呢，就跟这种动物仙是一样的。那么以上给大家讲了太多理论的东西嘛，接下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个网友分享他那个奶奶曾经是出马仙。那么有一天呢，他奶奶呢曾经梦到了一个场景，就是说有一个老太太、老婆婆，告诉她这个她是来自于某个山、某个洞啊，比如说像铁煞山、玄石洞等等等吧。然后他奶奶醒了之后，告诉旁边人，旁边人就说：“哇，这个人是这个某个仙的顶仙呢，啊，他曾经也是在这个玄石洞成仙的啊。那这种梦呢，就意味着你得到了这个顶仙的支持。”啊，相当于 OK， 你可以开始营业了。但是呢，在营业之前呢，你还是要该走的手续啊，该立的堂口全都要立齐了。那很多小伙伴问了，那这些手续到底是什么手续啊？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辽宁东北的这样一个手续，基本上是叫做四梁八柱啊。那比如说四梁是狐仙、蛇仙、黄仙，然后清风，清风就是鬼魂嘛，然后其他的杂仙呢就归为蛇仙这样一类啊，这就是四梁。
八柱呢，你可以认为一个公司开张之前呢，它有各个部门呢，这个各个部门都有讲究的啊。然后八柱呢分为扫、看、串、户、通天、关爱、探兵8个组织部门。这个扫呢，其实你可以认为是人事部，它要把这个仙家可能盘点一下，哪些仙家合适在你这儿待，你有在这儿留下来；哪些仙家不合适，你就让他走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淘汰机制吧。人事部相当于把关嘛。然后这个看呢，就是这个部门，这个部门里面呢全都是固定的仙家，比如说他不会去其他地方，只会在你这个地方常驻，相当于某个医院常驻主任医师吧，就这个意思。然后串呢，顾名思义就是客串嘛，它并不是固定在你们家，它可能是服务于很多出马仙呢，然后它就是来回串门的这种的。然后这个护呢，其实就是护堂的意思，就是保卫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个堂口或者你这个公司运转起来以后，总是有几个身强力壮的保安吧，有什么事儿过来，有什么寻衅滋事的能有一些小问题能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不需要再请外面的神仙来解决了，就是这个意思。然后通天意思就是说，可能跟天上有一些这种文书的往来信息的查询等等吧，就这样一个部门。然后归地呢，跟通天是一样的，归地就是说你要到地府查一些事儿去查一些信息等等吧，需要这个归地这个部门去处理。然后关爱这个部门，其实你看吧，就是关卡的意思嘛，就是说你去通天、去地府去查事儿你总需要有一些手续吧、文书吧。令旗吧、令牌吧等等吧。那么关爱这个部门呢，就是帮你出这些文书、出这些令旗的。有什么，比如说你要去去天上去办一个事儿，或者去请一个什么东西，对吧？然后呢，你需要写一个什么 PPT， 写一个文案那就是由关爱这个部门帮你出这个文书。然后探兵的这个部门就可以有点类似于情报部门了，比如说某些人过来找你问事吧，你提前就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历他的灵界体系什么人，前世今生什么样子，他来问你什么事儿很多，比如说出马仙，你还没开口之前，他就知道你今天要问什么事儿。那么这个部门的情报就是来自于探这个意思。然后呢，当这个堂口呢，这个4梁8柱立好以后呢，你就可以开始正式营业了。这属于非常正统的这样一个出马仙那么出马仙很多这种堂口都是自己家的亲戚，比如说爷爷上的祖辈祖先等等吧在你这个堂口里面某个部门某个职位当重要的这样一个角色吧。所以的话呢，很多家族传承出马仙有这点好处，就是他可以请自己亲戚嘛自己的亲人之间的信任度就比较高，不像你是平白横空出世一个出马仙，请了一个外仙你根本跟这个仙没什么联系那个可能就相对危险一点有这种传承的，或者说有这种祖上传承的出马仙是相对比较安全而且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出马仙。另外很多人发现了这个出马仙呢，女的比较多男的比较少，男的一般叫罗汉嘛，女的叫出马仙，就是主说的这个仙家上身的这样一个这个人就是女的。那么我分析来讲，女的相对于男的来讲的话，它属阴嘛，所以的话呢，动物呢上身比较容易一点。还有就是男的话，作为配合来讲，需要去唱歌或者说打鼓敲锣这体力活嘛，肯定要男的去干嘛。所以的话，一般来讲的话，仙家上身都是女的出马仙，然后他配套的一些男人呢，可能去做一些体力活，敲锣打鼓等等吧，这样的。那一般在东北算出马仙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他这个出马仙的这个桌上会放一些道具嘛，其中有一个空杯子，这个杯子里面有可能放点水，放点酒。那其实不是水，那是酒他会一口一口的喝白酒，一口一口喝白酒。就有的人在做出马仙或者上身的时候，帮你算事儿或者帮你说事儿的时候呢，他就大口大口的喝酒，一天能喝好几瓶。那有的人在这抽烟，一天能抽好几包。所以的话，出马仙一般是喝酒抽烟都是有的。我分析来讲的话，像这种动物仙上身以后呢，他们比较喜欢闻这个烟这个酒的味道。而且说实话，很多人你喝个1两2两就醉了这些出马仙的人喝个几瓶都不醉证明这些酒到底跑哪里呢？估计都是被这些仙家享用了。他们出马仙很奇怪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他们就是说，在出马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拿了个玻璃杯子。就是说每次他就给你算命之前，他就通跑到那个厨房去，可能是随便去拜了2下，然后回来拿了一个杯子。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是一杯白酒就是说你跟他出马，他跟你出马的时候，其实他一直在喝白酒。还有的人出马的时候他要抽烟，就是比如说这女的她是没有烟瘾的，但是如果她出马的话，她必须要点上一根烟她才能出马。
所以说就是说也有很多人就是说，他说那你那个就是说，要不然你就别给我钱了，反正你也没钱，你给我买瓶酒吧，就是因为我这个出马就一直要用酒啊，或者是你给我买包烟嘛，这样。哦，这啥原理啊？非得喝酒抽烟？我这个也确实不了解，但是确实是每次见到他们都有点什么，而且我一直以为他们喝的就是白水，我想他们可能是因为出马的时候口渴嘛，他都就不拿酒瓶子过来，就拿个玻璃杯这样，而且他喝很多，他就那一大杯他全都可以喝掉，就是跟你说话说个10分钟15分钟，他就那一大杯他已经都进去了，那就来多少人他就来多少杯这样。那么出马仙为什么会存在呢？是因为很多动物啊，它们也是修行人嘛。你可以认为动物也是修行人。在佛祖面前来讲，众生平等啊。那么动物也是修行人，他修到一定程度之后，他会发现提升比较慢了。他再想往后提升之后呢，他就想去人间做点事情，积累一些福报。那怎么积累福报？他总不能在大街上以原形现身吧？啊，那把别人吓跑了。所以的话，他会找一些弟子啊，上升到这个弟子身上呢，啊，帮助人间去化解一些灾难呐，化解一些个人的事情啊、看事儿等等吧，啊，这样呢可以积累他一些福报。那所以呢，这些动物现在也不断在积累自己的这个功德呀，来给自己的这个修为啊增砖添瓦这种类型。当然了，他们这种初衷是做善事的话呢，就不能乱收费，所以一般来讲，出马仙的收费都比较良心的，他们不可能收高价费用，比如收个10万8万的。最多就是养家糊口的钱，过上一些相对富裕的生活啊。再多的钱的话，基本上来讲，他不可能会赚很多的。一般来讲，我听网友说都100块钱啊，不管什么人来算都是100块钱等等吧啊，这保证了他3餐呢，包括一些住的地方，还有养儿女的成本嘛。其他的成本呢，一般来讲的话也不会让他赚很多。这样的话，如果他赚很多的话，这个仙家就可能会走，因为你赚钱赚很多，那就不是做善事了嘛，那可能就是反而是向相反方向走了，所以仙家可能就走了。所以一般来讲，出马仙不能收人太多钱，就是一般来讲就是非常非常亲民的价格，老百姓都能付得起的价格。那么当然了，出马仙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危险呢？因为它有一些禁忌啊。比如说，如果说你祖上传承下来的，那么你祖上是有出马仙的，爷爷奶奶是有的，爷爷奶奶的爷爷奶奶也是有出马仙的，那么你们这辈儿有一个出马仙是很正常，因为你们祖上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在投胎的时候，你已经注定了啊，你选择了可能会当出马仙。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你本来这个团队都已经搭建起来，就刚才我说的立堂口啊，什么各个部门呐，啊，各个仙家呀，都已经安排好了。那么你出马就是理所当然，顺水推舟了啊。当然有些人呢，他的初衷并不是说他祖上传下来的，他并不是投胎之前传下来，他就是可能是为了赚取一些钱吧。啊，去赚一些物质世界的钱，他就去招一些这种动物仙。这个招过来动物仙，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仙啊，反正就是说你有一些特殊能力啊，你可以帮别人解决一些事儿，可以收一些钱啊，这种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可能算个1、2次之后，你可能就会出事儿，或者说克自己的亲人，克自己的孩子，克自己。尤其是你不了解灵界体系的情况下，你帮别人去算这些事儿，有些人的事儿是不能算的，比如说将死之人，对吧？人家本来是可能是阳寿已尽，可能马上要投胎啊，结果呢，你帮别人一算，然后人家又多活了20、30年，人家本来是有任务的，你非得帮着人家算，这样的话就有一个业力的纠缠了，反而会增加你自己的这个业力。所以呢，出马仙呢，虽然说有一些特殊能力，但是呢，大家不要瞎玩啊，有这种祖上传承的话呢，你是 OK 的，我觉得是比较安全的。但如果说你祖上也没有这样的出马仙，你自己想去做出马仙这个职业的话，我觉得你还是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啊，别瞎玩，这个东西真的不能开玩笑，出了事儿的话都是人命的事儿。所以呢，你看吧，各位小伙伴，动物仙动物灵，它都要去行善积德，它都希望能够去有一个人身去帮助我们人世间变得更加美好。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人身了，对吧？我们这个人身在我们灵魂投胎之前就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你们到人间之后还不好好的去体验这个人间，还继续折腾，继续去瞎闹都多不值得，对吧？我们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身体了，我们就要好好的体会人间，体会我们现在目前的这样一个修行之路吧。那么总之呢，心若止水保持一个自己本心不能够因为外界的环境变化而变化，然后更不能有什么不义之财然后呢，为了去赚钱去做很多很多这种违背自己的修行之路、违背自己人生轨迹这样的一个事情吧。如果说你去做的话呢，灵界会自然出一些力量让你怎么做人的
啊。那么今天呢，主要给大家介绍叫出马仙这样一个职业，或者说这样一个灵界的能量吧，啊，各个动物仙的能量。然后呢，今天谈到你们的话，千万不要生气啊，我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有谈的不对的地方，海望海涵。好了，今天视频到这里，我们下期见，拜拜。